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政府消息人士5月24号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安排参加定于7月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预计岸田将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北约在东京开设联络处的计划。当天，岸田在参议院会议上表示，他知悉北约考虑在日本成立联络处，但并不知道北约是否已经就此做出决定。岸田还表态称，日本没有作为成员国或者准成员国加入北约的计划。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警告称，日本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应当谨言慎行。北约是一个区域性的组织，所以北约突破区域限制，向其他地区扩展。我们想说的是，亚太不欢迎集团对抗，不欢迎军事对抗。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有着侵略的历史，应当在军事安全问题上格外的慎重，切实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日本会不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化？会不会重新的去开始侵略扩张？最重要的是，会不会把周边的国家再次作为侵略扩张的目标？那么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做出表述，包括我们讲，你要讲，我们说白了是打预防针。那么这种预防针对于整个区域来讲，中国方面现在所倡导的和平发展、稳定，不搞军事对抗，不搞军事同盟，这个可能才是真正意义上能够代表区域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这个想法。外界注意到，岸田7月参会如成行，将是岸田连续第2年参加北约峰会。去年6月，岸田曾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成为首个参加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此后，日本和北约之间的联络不断加强。去年11月，日本宣布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成为继韩国之后第2个加入该组织的亚洲国家。今年1月底，斯托尔滕贝格访问东京，北约联络处一事被提上日程。3个月后，北约向其31个成员国分发提议草案，计划于2024年在东京开设联络处。而对于在东京开设北约联络处，日本表现得非常积极。一旦实现，这将成为北约在亚洲的首个联络处。澳、新、日、韩的情报都将经由这个设在东京的联络处来传递。早在去年6月出席马德里北约峰会前，岸田文雄就曾公开宣称，我将表明立场，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是不可分割的。斯托尔滕贝格也曾表示，虽然日本距离北约各国很远，但与北约拥有相同价值观，并面临同样的问题，双方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此外，他还要求北约制定下一个战略构想，以实现把影响力从欧洲扩张到全球的目标。而日本在北约东进亚太中充当急先锋，除了向北约靠拢博美国欢心之外，在亚太制造混乱和冲突，趁机谋求自身军事突破，仍是日本的小算盘。首先，我们说日本加入北约确实是怎么说呢？无论从法理上、从地理上、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实在有点这个，应该说是滑稽。因为我们讲你北大西洋公约，日本跟北约有什么关系？而且呢，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就是北约现在的主要的力量，或者说北约存在的目的，一定是在欧洲。再加上北约相关国家现在其实自顾不暇，或多或少都面对国内国外复杂的局势，所以它能够在印太方向上投送力量，一定是象征性的。对于日本来讲，日本试图通过引入北约在印太方向上增加它自身的实际力量的这种需求，我觉得也是不符合北约和日本现有的这个整个国力的。最终呢，这种强行的拉扯，我觉得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您认为岸田出席今年7月举行的北约首脑峰会，并讨论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的目的何在呢？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提醒中国应该密切关注2个岛国的动向，一个是远在大西洋的英国，不能忽视了其在西方世界的号召力与战略谋划能力；另外一个就是近在咫尺的日本。无论是美国早前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现在实施的印太战略，日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无论如何评估都不为过。那么具体到鼓动北约在日本开设办事处这件事情，更是体现了日本右翼政府的所谓深谋远虑。其一是，这是日本正在为俄乌战事结束之后的全球与印太安全格局在布局，而岸田政府鼓动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的目的，就是要及时为北约树立一个新的所谓天敌，也就是把中国设想为假想敌，并为其找到一个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其二是，这是日本在配合美国主动挑起的对华新冷战的这么一个计划。我们知道，北约是过去那场旧冷战的产物，虽然它并没有随着旧冷战的结束而结束。岸田政府鼓动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这是要赋予北约这个组织继续打一场对华新冷战的新任务。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欧盟，尤其是法德等传统欧盟大国，虽然也对印太事务发表过一些看法，但从本质上面来讲，他们其实是不愿意介入印太事务，更不愿意有实质性动作的。而一旦岸田政府成功鼓动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那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可以在北约这个大帽子下，以法不责众的名义，实质性的介入到印太局势当中来。那对于岸田表示日本没有作为成员国或者准成员国加入北约的计划，您又怎么看呢？其实日本想不想加入北约是一回事，能不能加入北约又是另外一回事。日本能不能加入北约，我认为至少在目前情况下不能，因为日本有一个硬指标过不了关。北约规定，凡是跟邻国存在领土主权纠纷的国家都不能入约。而日本不仅跟中国存在着东海与钓鱼岛主权纠纷，而且跟韩国存在着独岛主权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日本要加入北约，不仅中国会反对，就连韩国也会提出异议。那么日本想不想加入北约？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甚至连做梦都想。因为在成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情况下，能够加入北约，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在安全上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也就是既可以把北约绑上应对中国的政策，而且可以为日本找到一个更大的安全保护伞。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了日本加入北约的企图和野心。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北约这个组织的野心，尤其是不能忽略了其企图架空联合国安理会的野心。事实上，自从北约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着要架空联合国安理会的倾向。我们知道，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中俄与美英法这5大常任理事国经常存在着道不同不相为谋、相互掣肘、办不成事的情况。相反，北约成员国正因为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同时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军事组织，所以在过去几十年来，北约经常把联合国安理会晾在一边，在未取得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就对其他国家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包括轰炸南联盟和打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时候都是如此。不仅如此，现在的北约还像一条吞噬蛇一样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已经把芬兰吸收成为了成员，接下来还准备将瑞典甚至是乌克兰吸收进来。假如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那也就意味着其已在地理上突破了大西洋和欧洲的范围，将自己的手伸向了印太地区，并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安全组织。如此一来，联合国安理会将会被实质性的架空。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